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洪建义，五哥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五哥好，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立法院荣誉顾问三哥哥陈柏惟，大家好 ，Thank you。好，那当然你会关心呢，对于黄昌总召来讲的话，那整个所谓的狗仔门的疑云，那会发展怎么样？今天呢，一样，《镜周刊》再出了一篇，那里面包括是不是真的有人在兜售，然后有没有提起分账，甚或是不是牵扯到王宏委员的一个助理？那当然，这过程当中，那各方的说法是怎么样？待会听听看现场来宾来告诉你说这件事对未来国内的政坛会有什么一些影响。今天柯文哲前主席呢，一样，他当然今天开讲，而且今天。柯文哲是当庭作证哦，记得吗？他除了被告，我在节目跟观众朋友分析过，共同被告之间那可以互为证人，而且今天柯文哲是以证人的身份，包括被问到了对那个 Excel 档里面所有的名字，包括小沈1500，包括所有这些，那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回应？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一样还是心系花莲光复，这个时候还是有很多，包括在中秋连假的时候，有很多的各方的超人到花莲光复去。但是最遗憾的一件事情是，有一位挖苦企业的老板，就是林鸿森先生，因为在救灾的过程当中不幸刺伤，然后在中秋离世。那赖清德总统也代表全国表示了哀悼。这在整个过程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台湾人的大爱在这一次光复救灾全部付出去。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面，在今天，因为今天礼拜二立法院开议，包括副总召。那直接在质询卓荣泰院长的时候，双方在直接对垒上，让你先看一下今天在立法院为了花莲光复是发生什么场景。来2600什么时候通知？要撤离？21号6点应变中心开完会以后，已正式公文给地方政府，就已经拜托他一定要发海啸警报。请问9月23号发了吗？发了吗？我们把它列为红色警戒，要求撤离，要求红色警戒就是一个最高的要求。发了吗？这什么叫海啸警报？发了吗？已经开海啸警报，中央管的海啸警报，8月11号都做了决议，地方政府强烈要求我们发红色警戒，难道不是要求？请到你发了没有？难道红色警戒委员置之不管吗？委员，你撤离计划地方政府要拟定，中央有办法去到每个乡去指挥所有人的撤离吗？我到现场去，你没有看到吗？协调所在现场，你没有看到吗？救灾政府没有做到吗？应该是哪个单位？是地方政府不负责任。委员，我们在抢救生命，只有你在抢救政治生命。来，一善，那卓院长最后喊出了那一句话是政治生命。发生这么大的灾情，到现在还有一些光复的同胞其实还没有被找到。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不管中央地方，我们那时候讲所有的责任一定都跑不掉。如果哪一方有什么责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这时候还有多少人在救灾的时候，就算有为了政治考量，为了要取得舆论权或所有这些，某种程度你做，但是很少有人会在这个节骨眼直接这样对干吧？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傅昆萁要直接指使卓院长，直接问海啸警报的所有人为什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就是要推给中央嘛，因为海啸警报他说是中央要发的嘛。重点是傅昆萁你给讲给老亏啦，光复凤林在纵谷地区，他发布的叫做因为堰塞湖，所以土石流会下来，他要发布叫做红色的警戒。而红色的警戒。中央在9月22号早上7点已经发布了，所以他问中央有没有撤离计划，我直接跟傅昆萁讲，你做一个立委，你去问大马村村长，他的撤离计划是什么？大马村村长做得到，花莲县政府为什么没办法做到？花莲县政府没办法做到，为什么还要伪造文书、伪造数据？我为什么这么说？花莲县政府副县长在那一天跟总统报告，而且发了新闻稿，叫什么？马太安溪堰塞湖保全户撤离作业完成。这一张我已经拿出来3次了。傅昆萁，你也注意看我在跟大家报告的事情。如果没有撤离完成，你可不可以请求中央支援？可以，当然可以，因为我们县府能量可能不足。
你有没有请求中央资源？因为你已经说你撤离作业完成，而且包含总共影响户数1837户，实际居住6843人，收容安置130人，1365人，自家垂直避难5348人，个位数都有。个位数代表什么？你包含每一个人每一个名册，你都算在这里面嘛？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数据？而且写你撤离作业完成，表示你伪报了你撤离完成的作业嘛？这些数据哪里来？未来花检会根据你发布这些相关的新闻稿跟中央报的数据来做调查，我不推卸责任。但是中央有没有通知你红色警戒？你有没有跟中央讲你已经完成撤离作业？有嘛？有的时候，你现在傅昆萁又要把这个责任推给中央。我不是说中央没有责任，而是相关的责任需要在救灾时候大家要团结一心，不分中央地方的时候，你故意把所谓的海啸警报故意要把它推到中央去吗？这个是傅昆萁对于花莲的不了解啊。不只是傅昆萁对于花莲不了解，包含他对于所谓现在救灾的问题也不了解嘛。下水道的问题，下水道的问题，赖总统直接讲说下水道要重建啊，要钱啊，开始傅昆萁又要钱了。但是总统直接在他旁边就直接讲，李孟燕是行政院的顾问，现在的副协调官，水利工程专家，他钻进下水道去看，就还可以用嘛。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因为下水道可以用，水沟不能用啊，水沟里面都是土嘛，所以中央协调指挥站，他为什么要征求挖水沟的志工？现在都是中央在接管，志工在服务啊，希望大量的水沟志工。说真的。卫生局有很多，台北市政府如果议员你们也要求一下，可以叫台北市的卫生局，如果真的关心花莲，来我们那边帮忙挖水沟，他们至少把道具提供给我们去挖水沟，因为水沟要通，你才下水道才有功能可以发挥嘛，然后你的马桶才能通嘛，一样。现在另外在争什么？水电志工啊，这也是前进协调所希望所有的水电志工能够帮忙。为什么水电志工那么重要？因为你徐正伟说要送电锅啊，是要灾民吃土，是不是？没有电怎么煮啊？所以水电志工才能够恢复所有家里面的用电器或者是电线坏掉的地方，它可以由水电志工来帮助光复的居民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嘛。所以这些事情，你们说傅昆萁跟徐正伟了不了解现在灾民的需要？根本不了解啊。他们只会把责任推给中央而已啊，而中央有没有推？我直接讲啊，我就用纪连成的一句话，我觉得纪连成将军很棒啊。他说：“我只有责任没有权利啊，我可以协助你们，中央有责任协助花莲县政府，但是很大一部分的权利来自于你花莲县政府嘛。就讲安置的问题好了，包含所谓的暂时的安置，要不要发建照，要不要发使照？”这些都是花莲县政府的权利啊！我可以协调台糖提供土地，我可以协调实际来盖这个暂时居住的居住所组合屋。但是使照建照，你花莲县政府要协助这些灾民来发放啊，包含永久安置，永久安置的问题很大哦。到底要原地安置、原地重建，还是要异地重建？为什么？它牵涉到每一个家户的产权问题嘛，所以你要去协调所有需要重建的灾民的意见嘛。这些灾民，你知道有几户吗？中央帮你算出来了，89户，结果地方协调了几户，只给了8户的意见，还有81户他们的意见不明。那你花莲县政府可不可以去协调、去咨询、去询问这些灾民，他们要永久安置的地点是原地重建还是异地重建嘛？因为它牵涉到未来产权的问题嘛，牵涉到未来他们的居住文化、居住环境的问题嘛。这些都是花莲县政府应该做的，而不是一味的在地方上面、在中央上面、在立法院里面把责任推给中央政府。我在呼吁傅昆萁跟徐正伟这两夫妇啊，徐正伟你也不用连任了，你们不要老是觉得救灾重建只需要钞票，不要脑袋里只想着你们未来的选票。
你们不要只有钞票跟选票，花莲县政府才能够完整的动起来，来跟中央政府协力，把花莲的重建工作完成的做好。三哥有没有看到最近这几天，除了你看到感人有各方超人去救援以外，但是你也看到，包括徐正月县长直接跟包括现场的很多灾民啦，大家的座谈，你有看到躺平超人的，你有看到有一些受灾户直接说出来的那个心声，那些都是我们同胞。过程当中，也许他们大家的口条不像，不管是你说政治人物啦或名嘴街，可是他们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心里的话。他要的生活，他要的什么什么这些，徐正伟盛会直接跟人赖着这种去的时候，他说：“你告诉我啊，如果下一次再发生，我们该怎么样撤离？”傅昆萁不是绝对不会没有听到在地方上面有这么多的这些声音。大家选择的是今天在立法院直接问行政院长，包括7个部位，你们到底什么呢？包括海啸警报，为什么地方上这些跟中央，他们两夫妇一定都知道地方上的问题在哪里？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们重视的是他们的治理声量、声誉，而不是真正的灾民需求。因为他们重视的是他们的治理声量、声誉，而不是真正的灾民需求。这叫报喜不报忧嘛？这个大家记不记得？中国大概在2016前后发生过很多的公安灾难。那个时候有个神秘数字36。一辆列车掉到河里面去，只有36人罹难。一个火灾很大，工厂大火，里面几百上千个员工，只有36个罹难，上限不能超过36。傅昆萁在模仿嘛，我不让你知道有多少人受难，那你就不会觉得我做的不好了。那所以你要我自己讲数字不可能，要你自己去查。那现在的情况等到你查出来跟我不一样，我再来反驳你啊。所以他是报喜不报忧，他可以享福，但怎么样不能享祸。要好的时候呢，钱来哦，来哦，各位来捐款哦，有便当没有经过我的放在一边，有捐款不是经过我的，我就说那你们处理，报喜不报忧嘛。所以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让大家觉得说，其实没那么严重。民进党在操作，在操作灾难，跟我没有关系。我们都有做啊，我们县政府都很尽力啊。你们不懂花莲的需求啊。他用这样子的方式，你可以从立委、县长乃至到基层的部分公务员啊，比较这个长期被这个徐傅两人禁暖的，他们也只能配合演出啊。甚至是连中央协调官已经在现场啊，问相关的局处说要提供资料。他可以讲了一圈之后没有回答答案的，当作是记者会在表演呢。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现在的心情，就是只要我没有爆差的地方，你们看到的都是民进党在操作。那同样的啊，有一些只吃声量的，在网络上讲的啊，我买不到车票啊，结果人家一查车票一大堆，说啊，我那个花莲他们都在那边唱岛屿天光啊，他们没有认真救灾啊，在那边都在喝酒玩乐啊，他们现在就是在操作嘛。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还有办法用这样操作，可以。现在这种网络年代，在以前那个年代，凭良心讲，因为大家可能以前老3台的时候，所有的资讯可能还有个广播或什么。现在的网络，所有的人手机，所有那些，但你觉得这样的操作，某种程度还是有用，就是都是中央或执政党是民进党在制造那个灾难的恐怖，或是扩大性或什么？你觉得这个是有用？可是镜头上你看到好了。那个躺平超人，我相信他是有很多，后来也有人采访他，他也讲说他不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懂你到底在解决了我们什么问题。我刚刚讲，连灾民直接对话的时候讲出来的那些声音，难道大家全国人不都听得到吗？我觉得没有用，所以我跟他不同立场啊。那他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什么？他是一个软烂的这一个角色，监督出一张嘴，都别人的事情嘛。所以支持傅昆萁的，跟我一起软烂，跟我一起要钱。如果今天天塌下来，都是民进党让他塌下来的，他现在的角色就是这样子啊。那你看支持民党很可怜，要救灾，要自己买车票，自己花钱，要捐款，然后做不好还要被骂。所以支持我的，我可以让大家知道，我一定去要钱。我灾民到时候重建听我傅昆萁的，我资源我来分配。但是支持民党啊，你们就去救灾当义工，出钱出力，去用缴不哀。所以上个礼拜在这边就已经很明显的见证过了嘛。
我从头到尾讲的事情是整个国军救灾、防灾视同作战的那个过程。结果最后人家只要2句话过来打一个架，再利用自己的媒体管道啊，然后就会变成是我在污蔑他们。我如果因此而放弃了，那他们就成功了。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讲真正的救灾程序是什么。我上个礼拜就聚焦一件事情，需求谁要提出来？你觉得中央政府能提需求吗？中央政府没有这个灾情的过程里面监控，然后到了现场之后，吃多少便当，有多少人要安置在哪里，有几个地点，物资要怎么配送，淋浴间要放哪里，这些东西都要地方提出需求。到今天已经灾后10几天了，到今天我们都还不知道总人数需要安置的人数是多少，他们还在吵这件事情。这不觉得很荒谬？甚至要补这个说好像有一个救灾补助金要发到没有受灾的家户里面，然后真正受灾的没有被点名，然后接下来出现什么保全户跟受灾户的不同？我问你，如果县政府没有提出正确的需求的话，你中央给再多物资，只会给到错的人身上啊。所以我们讲的永远都是中央地方的合作配合。我讲一个美好的画面给大家想象啊。傅昆萁今天出来说，我们受灾户几户已经安置，接下来需要中央提供什么样的这个资源，我们来安排。然后接下来中央再跳出来讲说，所有的物资安排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就请花莲的灾户由花莲县政府带队过来我们这边，然后接下来换这个傅昆萁又提出说，道路就需要国军的大型机具，那灾户的部分希望各个志工超人跟中央我们可以同心协力，目标在几个礼拜内完成啊！怎么看不到这个画面？就有人在搞嘛！如果今天大家是在谁救的灾救的多，谁救的好，哇！全世界对不对？都来向台湾学习，怎么样在大自然的极端气候中生存？结果不是两边。一边的努力在救，傅昆萁，你是第一天就在吵架了，还记不记得大家穿着那个橘色的背心，第一天到总统泰坐在那边还在讲解现场状况，傅昆萁突然就吵过来了，结果到今天都还在吵架。你们有没有发现傅昆萁这几天都在骂谁？直他不是骂卓荣泰，也不是骂国防部，你知道他在骂谁？骂卫福部。为什么要骂卫福部？有人说啊，因为他们要怎么啊灾户啊什么啊，只是觉得钱在卫福部啦。大家捐款捐到卫福部账号嘛，所以傅昆萁他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我讲的，享福不享祸，报喜不报忧，好康的拢我的啦，歹康的拢无。如果今天要竞逐谁比较救灾的话，那我没做什么事情啊，我怎么跟人家角逐？我只能讲说我有电锅啊，我只能讲说我能帮你们洗衣服啊。可是今天需要花莲县政府做这些事吗？从头到尾我们要求花莲县政府捐钱、捐人、捐物资吗？我们只要求花莲县政府把你基本的工作做好而已啦。现在到底几个人受灾，需要什么帮忙？哪些人、哪些地点在地图上，我们的物资能够怎么样进去？不要志工超人到了火车站之后一望无际啊！然后现在我要去哪里，还要自己跑去跟志工讲说，你家需不需要帮忙？花莲县政府只要把他基本的工作做好，现在不是要你让所有人明天立刻恢复这个灾前的状况，可是我们需要你的是再把你的角色跟你跟中央的任务分配，至少记者会。准时出席，给出正确的数字，就这样子而已。我们没有过高的要求，但是现在很明显的，连基本功都做不到。来，小平，这个整个来讲的话，是在卓院长最后那句话讲得很重，大家在抢救生命的时候，你在抢救政治生命，是这样吗？可以这样讲吗？一个行政院长，你不管可不可以这样讲，不是他讲这话对或错，而是你的身份可以讲这个话。当然不行嘛，你是行政院长嘛，你也下来干嘛？你家三品官，你是那个中书省的宰相，宰相，然后你就下来跟他大吹够，高度在哪里嘛？好，我再回来，这个台湾正式进入一个二元对立的一个台湾，两个世界，就是二元对立的世界，就是蓝绿嘛啊，那没有办法。我讲什么时候可不可以各退一步？是零和游戏还是7-3开、8-2开这个世界？讲2分道理，你8分替你自己护航，我觉得都。人是不要讲那么高尚，美国也一样，大的媒体也都是干川普，所以他发明了他的网络系统就很厉害，等等不管。可是这次地方有没有问题？当然有一定的问题嘛。可是绝大多数的绿媒是没有一句话批评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没有事吗？好，我跟你讲，今天李鸿源在19号的时候说，那时候内政部讲说9月19，说要撤600人，李鸿源建议撤7-8千人，好等等，然后今天9月22号红色警戒就是要强制撤离，要不然人也要搬走，不然就罚25万等等。
就这个堰塞湖，你看我客观到我没有全部说你只有一天给他测，你这是可恶可恨的中央政府。因为我们李鸿源一直建议那个防灾系统，美国就是国民兵进驻一条边，日本就是有一个救灾的官员，然后有150个编制给他去弄。我们没有这个系统，因为我们对堰塞湖真的不太了解，我们对地震可能厉害一点。那堰塞湖在1000公尺高就下来了，然后如果有充分的认知，李鸿源跟这些专家有讲说，可能要料敌从宽一点。所以我们都认为你通知的慢。但没有严重的苛责，到底是你中央太坏了，只有一天给他测8000，别人怎么测？对不对？就发生这个事情以后，然后出来以后，救灾是一件事。请问你35万人次到了花莲，有蓝有绿，大部分都有蓝绿，可为什么官员就是有蓝绿，而这些有蓝绿的居民却是同岛一命？那台湾大爱，就是换了位置，换了脑袋，别人没有位置，别人就是救灾嘛，坐火车拿个铲子就去了。所以这样下去台湾内耗是没完没了。那重点是中央也没有能力去测那个堰塞湖，舆论专家也没有说那个有立即危险，也并没有。凭良心讲，可是发生以后，我不是说不能究责，可是还是因果关系，我认为还是要把它讲清楚了。来，对，其实小平哥所说的，我觉得不尽公平那应该是讲说左荣泰，我跟了他20几年，会让他讲这样的重话，无非是一定有到一定的程度。那傅昆萁从头到尾这对夫妻，现在才救灾，现在是灾后发生第14天。那在这14天的过程当中，凭良讲，傅昆萁夫妻他们说真的，搞不好是希望现在变140天，所有事情都解决完成了。他们吵出来就是说我的功劳等等的问题。但我应该是讲说，如果说以堰塞湖这件事情，刚才3Q讲到一个重点。从头到尾，不管8月份600个人、7000个人、8000个人希望撤离，重点是到现在，当9月22告诉你们要撤离的时候，你们的名单有出来吗？你们下面的村长有没有真的落实去撤离？我们现在讨论这个，或许检调再查，但我觉得事后是应该要让他去厘清，到底责任是中央还是地方。我们现在讨论这个，或许检调再查，但我觉得事后是应该要让他去厘清，到底责任是中央还是地方。我很客观的讲，但换个角度，今天讲回来，傅昆萁今天在立法院这样子做，难道今天行政院长不应该态度拿硬吗？因为从头到尾，傅昆萁夫妻根本没有新救灾嘛。现在花莲第1阶段可能已经完成95%清洗完整。再来有第2阶段、第3阶段、第4阶段、第5阶段等等，包含学校现在学生要上课，还有车程载运的问题好，现在我们讲的产值超人、便当超人、重机超人等等，志工超人全部来了。未来还有机电超人、汽车超人、水电超人、营建超人。那这些东西，所有的东西，你要不要分门别类把它列清楚？哪些1、2楼、3楼的要原地重建？哪一些1楼的必须要去安置在所谓的台糖的土地、组合屋等等？那这些东西需要分级别类的。那问一下，傅昆萁夫妻在这件事情上面有没有心要处理？我个人认为没有。如果他们2个夫妻真有心要处理，现阶段应该是努力到灾区去协助、协调，甚至于让所有的各个单位的事情来好好的做。但这一件事情我最看不下去了。你说他们夫妻真的有在做吗？请问郝龙斌捐60万，有比花莲县的县民、光复乡的灾民来的重要吗？不要政治操作。所以卓荣泰讲到一件，我们在抢救百姓的生命财产，对不对？可是呢，你傅昆萁现在所有东西在推责任，除了推责任以外，你还在为了你的政治的那个生命在延续的这个事情在做一些动作。因为他现在的目标，我只要吵，我只要骂，所有的跟他同温层的人都哇，傅昆萁真的有帮我们呢。到人性到最后面就是补助有多少钱。
他现在把这个东西往前拉，但我个人认为人性的部分是希望补助，这人之常情。但是现阶段你应该是救灾往前，救灾完来讨论责任，后面再让中央来补助，到底地方补助多少，中央补助多少？但看起来这对夫妻珍奇怪兽没有这样想。来，小平。还是回到那个嘛，刚刚洪建义这个讲，有一点我同意了，因为这种重建是漫漫长路，当然，其实很辛苦。还是回到什么了？我先不谈院长跟立法委员的对错，傅昆萁跟做这样子怎么合作？这样子对话怎么合作？中央怎么拨钱？那地方怎么样尽快弄出合一的计划？然后纸合屋要做吗？然后接驳的小孩子上学，因为有的很远嘛，因为你今天原地重建。要行不行？那个很难，他不是要名单说要几个组合屋，要多少人出来，对不对？等等。我看真的这个坐下来为花莲好，大家坐下来心平气和，各退一步来谈一谈了。我觉得来，小平哥，你讲到非常好，我非常认同你，坐下来谈一谈。坐下来谈一谈。可是从头到尾不想谈的是谁？后来也坐下来谈，这个叫那个是假的，坐下来坐下来谈，两个就是要你坐下来，你就说他假或真嘛？没有，这两个坐下来还是公然说谎，我下水道要重建，才又被打脸。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如果说依照五哥跟3Q所讲的良性竞争的情况下，重建这个工程是顺利的话，一定是非常好。我举一个点，但重点这对夫妻不愿意。我举个典范。赖清德是谁救起来的？赖清德是张善政救起来的。上次不是300多天，不是死了一堆人，那个登革热不进去，民调从80%哦，台南市长掉到40%，民意如流水，没有任何蓝绿基本盘可以在单一席次获胜的，一定要粘到一些中间票嘛，对不对？我讲这个基本的概念。然后张善政去，那两个人就充分的救灾，因为地震。就02、06震灾，他就从40%升到80%，他等于是天蚕在变啊。张善政已经只做了3个月的院长了，他后来也没从政了。我是说，赖清德的得以重生政治生命，是因为蓝绿合作，不是就是中央地方合作，蓝绿合作同岛一命嘛。那这一次，我觉得大家领悟这个道理，我觉得情况又不太一样了。3个要补什么？好，因为这个互信是来自于有没有人说谎。2021年10月11号的时候，圆规台风。当时花莲县政府做了一个新闻，可能新闻不大，所以存档只有大爱新闻台有。画面上你看到的是徐榛蔚，他说他自己跑到民众家里说，所以到黄色警戒一定要强制撤离。请问花莲县政府现在在演什么？这黄色警戒，你县长自己跑去叫人家撤离啊？红色警戒跟我说你没收到通知。一开始就说他没有收到通知啊，他在国外。这好。可能5月22号，他总是有人收到通知，一开始就说谎。对，那在说谎的过程中，我们慢慢的要抠回来，正常的程序，我就讲一个数字，大家就想一个数字，因为院长提到花莲需要撤离计划，那院长说不然你去看看高雄怎么做的，高雄怎么做？那受灾人把可能影响人数、撤离计划包括人数、特殊需求人数拿出来，这个人数为什么重要？他第一时间到今天花莲都没有跟我们讲，你撤离人数要多少人？接下来灾难发生了，是不是就影响到真正撤离的人数跟没有撤离的人数？然后没有撤离人数就会直接演变成受灾的人数。这个受灾人数有一个可能性是，他不住在这里，但是他刚好人刚好发生的时候在这里，他会有一些意外数字，但那是零星。那接下来呢，会有安置人数，有了安置人数，你自然就知道资源在需要这个去到哪里。有安置人数，你自然知道受灾户数。这都是很直观的，从第一个数字撤离计划具体要有多少人，跟真的走掉有多少人，我们到今天这个数字，第一个数字出不来，后面的数字都要用猜的啊。后面的数字你是不是只能一个一个去问？已经买起来的你怎么问？我就讲啊，你如果第一个数字都没有，你后面的数字你要怎么猜？那现在还在演，还在那边啊！你们要赶快台糖的土地要给我们，便当要给我们，电锅要给我们，洗衣机要给我们，县政府不是负责这些事情的，我给你再大的电锅，你也煮不出所有灾民的这个餐食。现在要的就是把需求提出来，把缺的数字以前没有做的，就是今天开始做，听到的时候开始做，不要在那边做言辞辩论。你现在是在相告是不是啊？不要在那边一天到晚吃嘴，莫名其妙。阿淼是凭良心讲，你要这几天看所有的新闻，你会有2种完全不同2极的心情。你看到有多少？因为连中秋连假。
涌进光复的所有的各种超人，远超过前几个假期。然后包括你看到国军部队在所有的地方在救灾的过程，离开的时候民众的掌声，甚或还有一个画面是，不是有一个士兵把他的那个迷彩帽给了一个小女孩，也引起很大家回响。但我必须讲，就后来这位士兵还要在脸书上面去解释，说那个帽子是他自己的另外一顶登山帽，公发的那一顶他没有给出去，他要去解释这一段，你知道吗？就连这个都有人要出去讲说，你怎么可以就用那种感人的画面，它背后又会出现这，但不管你看到那些，你还是感动。当然最遗憾的是，就是蛙主席招人林鸿森先然后离世的这个新闻，可是你光看到其他在政治上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我跟你讲，那个完全是两个世界在看事情，你知道吗？对，这个有人说救灾视同作战。其实有的时候天灾地变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试着去沙盘推演一下。当台湾呢受到了攻击，或台湾受到了创伤的时候，会发生怎么样的反应？反应有好有坏。最好的反应是什么？就是全国上下一心，大家一起给受创的地方最大的温暖。在这边我觉得看到这张文字云，其实可以跟大家来看一下。在这个花莲这一次的灾情里面，网路的字词的文字云，你看到最中心的几个大字，大家最常提的花莲、光复、救灾、马太安溪、堰塞湖这些。马太安、光复跟堰塞湖这些当然是发生灾变的地点，但是大家关心的救灾就是重中之重。然后你可以看到什么？旁边有这个所谓的撤离啊，然后铲子超人有没有？然后物资自供便当啊，这些，这个文字云上看起来，其实呢，台湾人的民间大多数都是非常团结的。就是以救灾为重嘛，包括这所有的铲子超人民间自发的热心，这些义组团，到现场，我甚至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转传的这个照片，真的是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甚至还有这个帮大家擦车窗、擦后照镜的这个超人都出现了，这其实是很动人的嘛。但另外，我们看到这些动人的故事的时候，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只觉得说看到这个很美好的一面，就忘了去想过程当中有什么要改进的。刚才前面大家讲这个警报撤离统计都讲了很多，我们这边不重复。我要讲一个，在灾变发生之后，你会发现什么？网络上的灾情同时在发生，网络上开始有一些政治上面的口水出现。那这个是 TPOC 他做了一个网络留言内容主题风向分析看是有多少比例60%在骂蓝的40%在骂绿的，然后骂这些主题。这其实不是重点，重点是很多人都注意到一个点是，网络上有非常多极端的言论出来，不管是深蓝的还是深绿的，都有非常极端的光谱两端的言论。现在被发现很多都是假的账号。不管是深蓝的还是深绿的，都有非常极端的光谱两端的言论。现在被发现很多都是假的账号，他可能不是真人，甚或是机器人在带这些。为什么要带这些？因为在灾变来临时，一个社会是非常容易被见缝插针的。如果说外部的力量要来影响你，他可以把这东西作为一个实验，他试试看，在两边拉出最大的力道，看能够把你这个社会当中撕裂的缝隙拉到多宽，再从中间不要说见缝插针如果拉出一条非常大的鸿沟的话，他要投放什么进去都有机会嘛。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里面，其实我们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台湾在遇到灾难的时候，未来如果又有不幸天灾地变，我们是不是对网络上这种极端的言论要小心一点？就是说不要很轻易的去附和，尤其是公众人物像国民党的发言人这个李明雄，我觉得他就很可惜好好的一个人，但是他因为对政治太投入了，所以连看到铲子超人，因为大家都很累了，所以在车站那边唱歌自我鼓励其实你说唱什么歌，我倒觉得无所谓嘛。你要唱岛屿天光很好
就算你要唱中华民国颂也很好啊，甚至有人如果要像韩国瑜一样唱夜袭也 OK 啊。重点是大家要提振士气嘛。结果李明玄的国民党发言人竟然针对了这些的影片，他竟然开始扯到说什么啊，你们这些青鸟为什么要霸占车票呢？啊，那我也很想去花莲，那我买不到车票，这些种种，这其实我相信啊。如果你现在问他说他后不后悔，虽然他都没有道歉，但是我相信他内心如果有机会的话，他是不会来讲这些的，因为社会会反弹嘛。但问题是，他为什么会讲这个？我相信这种极端的氛围跟同温层的效应，让这样一个公众人物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之后，他再释放出来，变成是让社会变得更极端嘛。我觉得这一点倒是我们可以把它引以为戒。另外还有一个要引以为戒，就刚前面大家提到。这些在过程当中发生的乱象，其实我们统筹起来的话，我觉得有2个点。第一个是我们的资讯链断掉了，在这一次的灾情里面，什么资讯链断掉？任何的学者专家的研究、中央的研判传到地方家家户户每一个人，其实中间它是要有个资讯链的嘛。那有人会说，那为什么中央不买广告，在电视上打广告，每个新闻台都报？第一，我们台湾政府没办法指挥新闻媒体要报什么。第二，农业部的媒宣费在去年才被删掉60%。你要宣导说这个堰塞湖有多危险这件事情，你说要如何的去宣导？那现在只剩下什么？剩下我们从中央到地方防灾系统一条边下来，从中央防灾紧急应变中心到地方防灾紧急应变中心，地方要负责什么？地方你要负责用你下面所有的村里，乡镇、市区、村里，每一个都有所谓的民防、义警、义消、义交的这些系统，平时任务编组下，你要宣导下去，不只是里长、里干事哦，还有你这些平常的这些所谓民防的干部，你要地方从县政府下去动员起来，最后他才能进到家家户户。有很多在看电视的朋友，你住在都市区，你以为凡事就是看电视跟上网路，但是在很多的乡村地区，其实你是要有人到你家门口告诉你。最近大家在电视上有没有看到，在花莲有一个村长，他确实执行撤离。他执行撤离的过程是什么？他是本人一户一户去人家说，这个很危险，那水会淹下来，你要走好了，那我就请问一件事情，这个资讯链在中间为什么断了？还有。上命要下达，下情如何上达，也是个资讯链啊。在整件事情里面，我觉得最不可思议就是说，花莲县政府事后在说，他们来不及撤走8000人，但是把灾情前的这些应变中心的会议的影带调出来看，我们发现很惊讶，花莲县的副县长竟然回报中央说撤离已经完成。那我就请教一件事情，当副县长告诉你撤离已经完成的时候，请问中央政府？你是要质疑他说，那我要派我一组人去你地方抽查，是这样子的态度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必须说，台湾的防灾系统会不堪一击，因为22县市跟中央之间变成是我中央都还要跟你叠对叠，我还怕你骗我，我还怕看那个农业部有多少人，刚刚全部都出去看，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嘛。所以为什么地方上命没有彻底下达，没有让家家户户都知道，断链断了。下情也没有上达，为什么副县长要告诉中央说都已经撤离完成？中央也不知道，原来还有这些待援的民众还留在原地啊。第二个断链，指挥链也断了。灾情发生之后，哇，中央最近那个季将军当然很夸赞他嘛，但其实他不是总指挥官他叫总协调官。为什么？因为总指挥官叫徐正伟，是县长。可问题是，你看这个灾区里面。指挥的系统到底在哪里？一直到今天在灾区里面竟然都是靠的所谓协调超人啊！这光复国小、光复国中是靠协调超人，民间自己开一个 Google 表单，然后说哪里有需求填进去，然后小蜜蜂帮忙载物资、帮忙载人这些种种的。请问花莲县政府，你的指挥链为什么乱七八糟？你说第一天连便当都不会发，这个大家也忍了。连义组团都被挡在外面，这个大家也忍了。但灾后2个星期到了现在，你连有多少受灾人数都没办法知道。那你到底在指挥什么？而你霸着这个指挥官的位置，
中央来，按照现在法规只能做协调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民众我听到说诟病说，为什么政府的角色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凸显，好像都靠民间，因为指挥系统乱掉啊。那最后一个问题，大家可以去思考，现在是发生在花莲一个县，就有指挥链断裂、资讯链断裂的问题。如果不幸有更大范围的灾害，跨县市的，甚至是未来如果说台湾遭受到外力的入侵，假设大家都跟花莲县这样，那还得了？所以未来立法院一定要去思考啊，好的状况、坏的状况，好的状况县市政府都应变得宜，但坏的状况发生的时候，要不要建立起一个所谓中央接管的机制？这一点我觉得是未来立法院要思考的。上公，台湾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天灾，我从第一天我就讲，它一定是天灾，但是有没有些许人祸在里头，后面那个责任到时候再厘清出来。只是，以您跑这么久，在政治各方面看，今天是第14天，这是一定会发生的结果吗？就是在立法院的那个画面，就是徐正卫在地方上面，包括总统去的时候，他直接问总统说：“总统，中央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该怎么样撤离？”包括刚讲季将军的那一块，应该这样说吧，某种程度只是没有实质接管。应该说没有刑事接管，但是其实有一点点类似，因为继任者他等于在那边总协调，但是很多东西都是要决断的。那这些是我们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天灾，那未来呢？未来还是这个样子吗？尤其是在第14天的时候，大家就要把所有事情在所有国人面前吵成这个样子吗？第一个，其实我们发生过，但是你看，举个例，921大地震。其实当初大家朝野里面以最快的速度通过特别条例，其实你像当时执政是国民党，连民进党都认为灾情太大，要赶快尽速通过921震灾条例。你一时之间并没有去看到人祸与什么的问题，然后你看到了历次的风灾。当然，你看到台南啊、高雄、屏东啊、嘉义啊，那当然国民党也一直在批评民进党的救灾。民进党也没办法，因为从执政到中央，认了。但你很少看到说这一次，其实这立法院立法院都已经是很后面了。卓荣泰下去那一天就发生了。925吧，因为第一立法院一开始下去的时候是在现场，对，就发生了，就已经开始了，然后后来才在那个会议室里面就开始堰塞湖是谁主管，谁的权责开始一路上来。其实你看到了，花莲县政府什么事情它都有2个字挂在口上，中央，中央。那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会从卓荣泰一下去会有这么激烈的反应呢？其实就是现场不在家，一直到9月22号晚上才回来，晚上才回来，然后发生这么大的事，人命就开始一直在谈责任问题啊。其实谈责任问题是那一个阶段，一直到现在，大概都是人民最讨厌听到的事，因为就政治嘛，那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开怪手过去，结果感染失去生命。看到他19岁的儿子出来说：“我以爸爸的义举为傲。”然后甚至于反呼吁说要去照顾人，希望借着他爸爸的事情，大家要注意安全。然后看到的是刚才讲的。国民党的发言人，票都抢不到，什么都抢不到。但你回忆那个画面，那一些带着铲子的人坐着区间车挤得满满，在拉那个环的那个画面，有人嫌我没有位置吗？有人嫌我上不了车吗？没有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责任问题，就很清楚一件事。傅昆萁跟这个徐正威大概在灾区已经被骂的大概很惨了吧？
傅昆萁跟这个徐正威大概在灾区已经被骂的大概很惨了吧？大概很惨了嘛。就不论是去部落里面的对话，哦，那个也被部落的人里面的人骂惨了嘛。哦，然后他们有没有想到有一天在花莲，他们经营了这么久的地方，到每个部落去？然后我相信徐正惠身为花莲父母官，包括他是总指挥，他到了现场去，他一定也希望要跟所有的受灾户、所有的花莲的光复的同胞，要告诉大家，他们希望能够做到多。我相信他的心情应该也这样。但是你只要一在那里，所有发生这么大的事，凭良心讲，任何的灾民，任何什么有怨言有抱怨，应该正常。只是他们的抱怨出来，会不会真的直接就讲出了你没做到的一些，或是他们觉得你欠他们，你应该做什么？会不会重点是在这，所以才会在地方出现这么多这样情形啊？所以你看到那一天的场面是里面的有2、3个人发言说啊，不然我选你们干什么？我选你们干什么？就是说选你当县长，你就必须负起整个的责任嘛。那过去里面，坦白说以后啊，不管说是傅昆萁到徐正卫，不管是02、06的地震，一直到04、03的地震，其实它所涵盖的整个灾区面跟受灾的那个情形状况，这一次的面向要比过去的地震还广。因为地震就是几栋大楼围楼几户规划出来以后，整个封起来以后，人撤离了。那地震一时刹那的时间下去，其实有很多我们都知道，被压在底下，你要抢救的时间有限。但你今天这一个整个下来的时候，大家是想的是一件事，就是说你的撤离跟你的救灾。那刚才都在讲了嘛，卓荣泰就吐了一句话嘛。你们副县长跟总统报告撤离完成。其实县政府把撤离完成的新闻稿撤下来的时候，请问你上面写的是几户？1837户。你上面就是写1837户撤离完成。中央红色警戒要求你撤离的是多少户？经过跟农业他们重叠以后，就是1837户。然后你今天跟我说你撤离计划。县长去问总统，我们到底要怎么疏散？问严新章怎么疏散的？9月22号的新闻稿，1837户撤离完成了。这是你们连自己花莲县政府网站自己都登了，然后突然撤下来的。为什么质问的是海啸警报？我不懂。因为我也很纳闷啊，堰塞湖跟海啸警报，我去查了。那个海啸警报发布的整个规范嘛，我今天呛得多大声啊！没有，他那个呛完之后回去可以剪片，就是剪那个卓荣泰沉默的那几秒，然后说你看这个傅昆萁，对不对？霸气呛。我想卓荣泰在想，为什么要发海啸警报呢？他不在海边啊，光复跟凤林在中部区。海啸警报我上去查就只有2种嘛。就这2种嘛，一个接获美国太平洋海啸警报3个小时内可能抵达，一个是台湾近海发生7级以上，然后浅层地震35公里以上啊。那我不懂为什么大声喊海啸警报，这已经很清楚，就是某种程度上责任归属的推嘛。红色警戒在救灾里面就是强制撤离。那我不懂为什么一定要扯到海啸警报呢？为什么一定要扯？我觉得是可能讲错了，因为我是地理系的，花莲有直壁海岸叫海岸山脉，然后在花东纵谷是比较低洼的，就是海
海岸山脉、华东重工，所以跟海啸应该是没有关系。我觉得是讲错了，我觉得应该是讲错了，在立法院拍桌讲责任问题，讲到这么大声，可能讲红色警戒跟海啸警报可能弄混了，是不是？只有没有啦，他弄混了，这八个字只有一个字一样，他就是要把责任推给中央，所以他必须讲海啸警报。小朋友们简单混淆，其实国民党在这次，因为花莲又是国民党执政县市。所以这次在过程当中，如果刚才说大家所讲指教的说，那国民党在这呢，包括指标性，因为这2天有看到说郝龙斌啊、罗志强啊什么去，然后国民党连什么，但为了党主席选举的辩论都要减少，因为花莲的灾民什么什么。是这样，国民党是在这方面有任何一些可以凸显出来的。这一次因为这次我先讲这个主席的选举跟花莲救灾是要连在一起谈的哈，因为主持人的那个题目是。这个就是说证件会减少了嘛，对不对？因为太多电台很热心，有特定媒体的电台就是要统派，一直办，然后这个是朱立伦跟黄健庭没有想到的，这么热心，所以他排的，而且他当初排的是，对他用意我据侧面了解是多排几场民意展现，但证件发表跟那个辩论又不太一样，就是不要伤和气，但充分表达理念，就是。应该这样的用意啦，利益良善，我觉得朱立伦好。那可是就碰到花莲这个事情啊，堰塞湖的事，那所以那有人去，有人不去，然后我觉得就微调，我觉得是对的。我觉得他减少那个场次是对的，不管是党内和谐还是那么多的办，那也让他们有一些人可以到花莲去匀出时间去帮一点忙。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逻辑啦。整个花莲光复其实整个复原当然还有个漫漫长路，但是我们每在怎么讲，最基本上透过这样的一个不管是志工，然后包括国军官兵，然后所有这些，总是要让光复的同胞们能够在基本生活上面能够先运作，后续还有漫漫长路。也要看全国民众大家一起看怎么样能够帮所有的同胞能够走上漫漫长路上，能够恢复一切生活。好，那国人来讲的话，除了这个以外，另外一部分当然就是在国内政治上面，今天有几件事情。今天柯文哲柯前主席出庭，包括洪章总召所谓的是不是有所谓的狗仔门的像这样的一些的疑云，在过程当中，今天礼拜二呢？对，礼拜二，然后周刊又有报了一些相关一些料，那讲到说这中间是不是有所谓的有人去兜售一些相关的一些照片啦，类似这样，洪章总召怎么回应的？先让你听一下，来。第一个这个问题本身非常的可笑，完全没有事实的基础就在破粪。我再说一次台湾公益揭弊吹哨者保护协会所办的任何的案子，包括给媒体的报道、给媒体的资料，从来没有收受任何1块钱。台湾公益揭弊吹哨者保护协会，包括我个人在内，给媒体的资料从来没有收受任何1块钱。第二个更可笑的事情是什么？用狗仔在敛财的最大集团，不就是晋集团吗？不就是裴伟所领导的晋集团吗？那自己写这种东西，毫无事实的基础，会不会太可笑？来一下，是问 A 答 B， 黄国昌的话就听听就好。那要讲的是今天周刊的爆料有3个重点第一个就是黄国昌的狗仔集团，他的边角料不要买，为什么呢？买了之后呢，花钱买还要被骂，还要道歉，还要被告谁呢？侯汉廷侯汉廷其实我觉得在这一次真的很冤花钱买了之后，爆料完之后，不止被骂、道歉还被告是为什么呢？看到这次周刊报道的这个传播这个的赖的截图，这是一个律师跟他的赖的截图，应该彼此都有认识啦。希望你这次没有花很多钱买嘛，就讲他买了一张照片嘛。我猜应该花了2-3万块，他说越来越贵，4万花钱挨骂，怪我自己没判断问清楚。再来就是说这3个字要码掉了。他去年才卖2-3万呢，可能买家众多竞标吧。他说不可能，不给我就给张思康，哈哈。可能卖的那个人听说是王宏威的张姓的助理卖给他的时候说，你不给你不买的话，我就给张思康还知道他跟侯汉廷是同选区的，所以有议员的竞争关系，所以侯汉廷不爆料，我就给张思康爆料嘛，看你要不要嘛。所以他绝对，然后这个律师就说他绝对只卖给你跟张思康。
啊，跑去跟张世刚讲说，我不买就给侯汉廷，所以就可以拉价嘛，叫哄抬物价，违反公平交易法。直接讲，就只有2个人，因为他知道这个选区就2个人，所以就卖你2个人啊。因为知道你侯汉廷比姚潘娜，就卖你比较贵，那所以张世刚会杀价1.5万就买得到了啊。所以整个的问题在于说，狗仔去跟监，去拍了照片，去卖给政治人物，去爆料这件事情，黄国昌你要不要面对啊？因为你不能不认识谢幸恩嘛，你之前还说谢幸恩是一个优秀的好记者嘛，而谢幸恩在周刊报道里面就说他配合王宏威的张姓助理去兜售相关这些你不要的资料，叫做边角料的资料，卖给这些政治人物去爆料嘛，而这些政治人物到最后都被告。因为都大部分叫做看图说故事嘛，所以就毁损名誉的问题就被相关人等就提告嘛。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跟大家讲啊，王国昌的狗仔集团卖的照片啊，千万不要买，因为通常是不实的爆料。第二个啊，律师的钱不能欠。因为这个律师，这个爆料的人啊，今天周刊爆料的人是一个科姓的律师，他还是王宏威，因为王宏威去跟了潘孟安，就是狗仔去跟了潘孟安，把这些相关的资料给了王宏威去爆料，被潘孟安告嘛，告了一审你给律师费竟然只有给4万块，我不知道律师的价码应该是没那么低啦，等下那个武哥可以讲一下。我要是律师，知道我一庭才4万块，结果比你狗仔拍照的照片同等价格，我律师也气得要死，一定去爆料了。所以律师的钱不要欠，而且啊，王宏威跟这个律师讲啊，一审败诉嘛，因为要判赔5万块啊，50万。结果2审上诉的时候说你可不可以当志工？哦，这律师说气到要死，所以去跟周刊爆料，而且有名有姓哦，直接跟这个周刊直接爆料。所以律师的钱千万不要欠，千万不要叫律师做志工，因为律师是有价的哈，他们要写很多的状纸，写很多的诉讼，每一庭都要准备很多资料，你还叫他做志工，他当然不爽啦。所以律师的钱不要欠。第三个，黄国昌你的问题在哪里？因为今天周刊报的。说真的，都是边角料，不是重点。那如果是重点的话，多少钱？钱给了谁？谁付钱？资料去哪里了？这才是问题嘛！为什么昨天就有人爆出来说，这个萧依依就是谢幸恩啊，在《民报》的报道里面独家，在2024年的5月17号，黄国昌，你不要再跟我讲接弊者协会了，那时候你已经是立法委员了。你竟然拍了一张照片，说真的，一定是专业的狗仔拍的，因为不专业的狗仔根本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啊！说真的，一定是专业的狗仔拍的，因为不专业的狗仔根本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啊！一般的路人绝对不是民众爆料啦，民众不会知道黄明昭长怎样啦。我说真的啦，我也不知道啦，黄明昭长怎样，我现在也认不出来啦。黄明昭当初是警政署署长，你都可以报警政署署长进出，国安单位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有没有去调查？报道出来是2024年5月17号哦。那如果你们的署长被爆料了，进出了卓荣泰啊，这个赖清德副总统的，当初是副总统，他过3天就是总统了。国安单位，你们的总统办公室被人家拍照了，你们有没有深入去调查？然后黄国昌，你当时是立法委员，立法委员可以指派，如果是你指派的啦，当然可以是萧依依自己拍的，自己登到民报，也有可能。但是如果是你只是萧依依、谢幸恩去拍的，那你的狗仔集团去拍总统，甚至是未来的总统，那时候是副总统的这个照片，你觉得是符合国家的体制吗？有没有危及国家安全的问题？这才是黄国昌应该要回答的问题嘛，而不只是5月17号嘛。我一直是在质疑周刊前一期报道的林右昌。他那时候叫民进党的秘书长，是在罢免期间，你叫做民众党的党主席，你可以去跟监民进党的秘书长，民进党的代表在这边，等一下可以说，你们被跟监了，你们可以被另外一个政党这样跟监吗？另外再讲哦，
徐国勇，不要忘记前阵子柯文哲交保出来的时候，黄国昌说：“我知道你们在总统府里面府院党密会柯文哲的案件。”我就问黄国昌，你为什么知道那个时间点府院党的高层在总统府开会？你跟了谁？你有没有跟徐国勇一样是民进党的秘书长？而民进党的秘书长被民众党的主席2个时间点，不管在罢免期间或者前阵子柯文哲交保期间，你都叫做民众党的党主席。你们可以用跟监的方式去跟你的敌对政党的政治人物吗？这才是你黄国昌今天要面对的问题。三哥，请问一下，这过程当中这2天一直有说，是不是有所谓的身份非常敏感的人，在这过程当中有被跟？甚至会有讲说，是不是有涉及到国安层级这些？那到现在当然没有人出来证实到底是哪一位，只是大家猜那个层级一定非常高嘛，大家都已经猜到很高的层级。只是这些事情，好，包括像今天媒体有讲，像潘孟安潘秘书长，他在当总统秘书长以前，其实他像屏东县长卸任以后，其实他是没有什么公职啊。他也讲说，那为什么要被跟1年？那也不知道，对，跟1年，然后拍了一些，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被拍这些。可是相对来讲，你有没有注意到，包括蓝营的一些政治人物，其实几乎鲜少有苛责这件事的。包括赵少康今天是直接讲说，他也问过律师朋友啊，狗仔又不犯法，拍了一些东西，到底要犯了哪一些法？然后也有当然发表意见的很少，可是也有蓝营的政治人物直接讲说，这样子政治人物最起码会比较检点一点啊，然后这样拍不会，那为什么蓝营的人这件事情他们可以不要表达？事实上是这个就吃到那个以前有一个电影叫《天蚕角》，那吃到他的蚕宝宝了。所以黄国昌只要打鼓，他们就肚子就会痛。所以他们那个不能都要听那个天蚕的话，不然肚子都会痛嘛。为什么？他们吃到黄国昌的厨语嘛，讲边角料还好听。什么叫厨语？料拿起来一看，你可以想象黄国昌拿到萧一或是什么谢欣恩的爆料。我想啊。这一题我留在直播可以说啊，然后这是1等的嘛，1等的就我直播讲，我黄国昌揭弊高手，他2等的你拿去啊，因为不好说，你看是不是自己报？那他就去什么民报哪里林传媒，他们就丢到那个媒体上做有一点新闻价值的东西嘛，没有政治价值又没有新闻价值，剩什么？剩狗仔价值嘛，这个就是厨余嘛，那厨余他就丢路边嘛。我第一次知道厨余还可以卖钱，就是透过张世刚、侯汉廷跟王宏威，那人家不要的东西耶，一张1万5、4万，现在那个大家在喊价，厨余还可以卖钱，哇，资源回收业，国民党应该这个大赚特赚。今天黄国昌一直没有正面回应你大家所质疑的所有这些东西。他从来没有回应你，说他跟这些到底有什么关系？以上言论依据近新闻爆料嘛，人家就做一个那个赖的图，如果不对就去告，支持你们去提告，只是要小心有诬告这个东西。我现在讲黄国昌他整个操作的东西，其实真的是废物利用的极大化。一般来讲，一篇新闻要上得了台面，当然大家对媒体也有不同的想象。它必须要第一个有新闻价值，不然的话你在这个审稿的那边就被排除掉。第二个你要查证你的爆料，这个就有一点争议，因为有的时候爆料者，比如说网络发言干嘛的，你就只是依据人家网友言论，有没有查证，这个很难说，所以这个是近几年最大的争议。但是理论上你要查证你的爆料。那第三个，你不能有偏颇的政治立场，这3个是一篇新闻要出来最基本的3个原料。那黄国昌很简单嘛。你要新闻价值，要查证正确，要政治立场那我没有办法3个都得到的照片，我要怎么说故事？给下面的人说故事嘛。所以他没有新闻价值，他可以把它讲成什么？这个道德上所不允许。比如说可能这个闯交通号志，可能抽违禁烟品。然后更过分的是什么？明明没干嘛，也要把它讲的有故事。有几个很明显的。你们有没有印象？什么新潮流郑文灿官邸约会？密会，那密会是怎么了？不能密会是不是啊？那说不定那个时候正在流行什么？流行3正5，蔡其昌教郑文灿跳3正5啊？你怎么知道？他们只是在门口而已。他那
啊，然后一般来讲，这些长官们见面难保送一个伴手礼，有的送什么地方的，比如讲迄中华上乌蒜头，啊，然后台中上 A5 和牛，人家只是拿个袋子，你也不知道袋子里面是什么，讲的好像那是打包没吃完的。啊，我跟你讲，那一餐还不一定有吃饭呢，那一餐就真的是什么半米半，然后一堆人去那边，然后讲说啊，那个脸红红的，不知道喝多少钱的红酒，沙漏北瞎构书嘛，你们去看郑文灿那一篇，然后什么史哲什么奇奇怪怪的人，这个坦白讲，有一些知名度低到你名字知道，你现场走在路上看到你都不一定叫得出来啊，这个怎么爆料？没办法爆料嘛，直播不能讲立法院不能质询，然后新闻也不愿意报，怎么样？就往后面丢嘛，往后面丢就是处语啊，处语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些在剪嘛，然后还有什么？你有没有印象？很多人抽加热烟被抓到，他们那个怎么可能？你是怎么样烟瘾来的时候，他那个会有一个警报器打电话给你，你就过去拍他抽烟的，不是嘛？你一定是跟全场的嘛。啊，你就是这个餐序钟小平去唱歌我在外面等他，谁去吃饭呢？我在外面等他，那个就一定是跟长期的嘛。那逻辑很简单啊，如果今天是新闻拍到的，他没有办法说故事，可是他今天怎么样用政治上的方法去爆料？你看如果今天这些什么郭智慧去吃饭呐，什么谁抽电子烟谁闯灯，如果不是政治爆料，我跟你保证版面不会这么大。我跟你保证版面不会这么大。还有张思刚的爆料，其实日期有蹊跷。我去查了一下，张思刚是不是有爆料监察院公务车使用情形？当天在干嘛？你们知道吗？张思刚因为国民党的台北市党部死亡联署曾经提交了一个党员名单给那个我忘记叫什么名字，跟钟小平有仇的那个黄玉锦如，不是那个男的年轻的。号称要选士林北投那个什么青年军赖以任吗？赖以任，因为他好像有拿这个没有仇没有仇我都连了对，有仇的是李孝亮啦，因为同一个选区，抱歉记错了，他就拿着张思刚拿他的支持者名单嘛，1万份2万份拿去给那个赖以任，所以被传去当证人嘛，他是故意在那一天报的，因为那一天就没有人知道张思刚被叫了，所以那个是有新闻价值，1万5可以买一整天的新闻去骂李俊毅跟什么监委苏立琼还是谁，我根本连名字都记不起来。然后可以转移我被传去当证人，因为我提供了1、2万份的党员名单给作假的联署，那显得我很笨，来转移焦点。我要讲的事情就是这些东西过去，如果你用新闻、用媒体的角度来看，它不一定成为大料的。但是因为透过政治的力量，而且再加上对民进党的仇恨值，偏偏又是黄国昌、王威这一些这种很战斗蓝、战斗白去发，它才会产生声量、产生文章的。所以这个就是废物利用嘛。你就是拍到有一个人疑似怎么样，你要大做文章。陈时中那个就最明显了，陈时中那个参会就再正常不过了，还被不好意思借你用一下，但是我真的没有笑侃你，他也被拍过。他跟那个女的距离那么远都可以做文章了，这个都是莫名其妙的事情啊。十指紧扣那只啊，你呢？哇，我只想到想演，所以我的逻辑很简单，这个大家之所以有兴趣，是因为它是八卦，然后因为它是爆料，好像这种公众人物不为人知的一面，但它本身对于政治上的这个攻防其实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在黄国昌手中，他们把这些东西重新再生能源、再生资源，把它变成说，好，你看他们都做坏事，所以我们要去怎么样？我们要去谴责他。好，现在回来谴责自己的时候，双重标准。最后简单讲，黄国昌最大的问题是他的严重双标了。当人家在指责他的时候，他的态度，柯文哲、黄国昌、以将今天提到的这一些跟狗仔集团相关的人，他们只会丢一句话：一刀毙命的证据在哪里？我必须要讲，我们从政的时候，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我去请访问一些老师啊，给我一些经验谈啊，都很多金句都记得。有一句话，其实我们国小就听过，叫做“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标准”。那法律跟道德之间要怎么取舍？所有民主国家，比如说日本最极端如果有收钱外遇人直接消失。比如说美国，它如果有重大的这一个内线，或者是跟敌国串联的甚至是窃听那种伤害民主的，也是直接从政坛上消失。可是我们没有法律到道德那一段空间呢。整个蓝白阵营就是要么告死我，要么抓去关，不然的话我做什么都对的。傅昆萁也是这样啊，傅昆萁还关过嘞，所以他们整个真的吗？我讲错吗？我整个立法委员们，我们本来以为你们是要帮我们往更高的道德去努力，结果不是啊！你挑战法律的下限呐，然后这个是我觉得现在蓝白阵营作为
在野第一大党啊，对台湾这个政治环境的悲哀。不过也庆幸啊，因为是民主，所以我们如果不喜欢，还有换的机会。小朋友要不要直接回应？不过我要先讲的是，因为刚刚在上礼拜在我们节目有讲过，他说他没有花那1万5，他说是人家投稿到他就丢到他们的公共信箱，他讲说他真的没有花1万5。那其他人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做相关的一切状况，但小皮来，刚3个讲你们蓝白阵营，我就要从黄国昌讲起。黄国昌的师傅一定是张无忌，乾坤大挪移。就这个事情，我认为是很大的事，可伤害跟那么新闻做那么大不成比例。你也觉得这件事情黄国昌有伤到？当然很大，偷拍人家还不严重吗？这个从正常判断。可是黄国昌就可以搞到伤的没那么重，没有被民进党断手断脚，但比皮肉伤重一点了，没有伤筋动骨，不，整个看起来是这样走。好，这第一个，第二个，然后呢？我就举一个例子啊，一个历史故事，历史你熟读嘛哈。那个时候那个关羽被杀，荆州也丢了，然后这个诸葛亮要跟那个刘备率70万大军去把东吴灭掉，他就不肯带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觉得嚣张自大，刘备哈不管。那然后对方是陆逊，一个当大都督东吴，然后陆逊当然其实那么强的时候，刘备真的强的时候，知道把诸葛亮在蜀那边搞得很强哈。那所战皆捷，他一定没有城池守住，他一次一次消耗你的能量。那最后到了一个地方，陆逊就希望他到一个林子里。那时候江南跟现在不一样，很热嘛，但是夏天，他一把火70万全烧光了，你知道？那后来死在白帝城等等。民进党现在做陆逊的工作，你知道吗？看起来蓝白强不强？强吧？你们罢免也没有罢掉半个，但他一点一点的就是他，你看他大概多了3-5%嘛。我说赖清德，他就学陆逊一点，你攻我就一点点让你延迟一下，延迟消耗，最后到了一个坑里面，我一把把你烧掉，一个树林里，他在干这个事。好，那现在什么叫做进树林里？你知道，第一个就是我们跟这个蓝白合这是一定是底定的，这个我觉得也是一定要合作。但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就是任何的夫妻都相敬如宾，都要有规矩就是完全拥抱的话就是跟任何人拥抱，不要说跟任何人。我觉得最后会不会烈火纹身，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我们现在选什么？我们好不容易找了个卧底啊。我以前蔡英文找卧底找到习近平，抗中保台把国民党搞到这是鸡毛鸭血。我们也找一个卧底叫川普抗中保台打不动了，20年来第一次抗中保台打不动，因为川普对我们也很坏，习近平对我们很坏，大家就抵消掉。好，有川普这个牌几乎是灭顶，2028根本就不会赢，好不好？我是说那个连任赖清德，但出现变数来，除了我讲时间上的纵深还很久，2年多。第二个，请问你唯二2个人会让赖清德连任是谁？2个帮助他的人。一个叫习近平，一个叫柯文哲。所以我密切观察，第一个隐性怎么拆除？1月如果他判10年以下，那条叫不违背职务判个7-8年，而不是10年以上，他选总统。请问你柯文哲打7年以后跟你蓝白合没有他曾经签了6点还被判。那前一阵出来还连花莲就在蓝绿都骂，中央地方都骂。好，所以第一个我们在观察这个政治隐性会不会引爆这柯文哲。第二个，如果我们主席选错嘞，选一个选谁叫选错？对啊，表态。我讲变数，我支持郝龙斌维持现状派，好不好？好，这样讲所以郝龙斌以外就叫选错，不怕，选到某一人，选错的话，那他可能还会揪人吃狗肉请问你，我以前的身份，我爱不爱狗？大家都知道很爱狗。我是流浪动物之家基金会的董事长，我请拔木很多钱了吧？现在没做了，我做了2年。然后当然吃狗肉跟这个选主席没有关系了可重点是，如果选到一个红的，没关系，你干嘛比？没关系，还是影响观瞻。因为我们是个优雅的政党，吃狗肉不太好嘛，对不对？好，所以然后有没有机会？就是他，然后呢，这个他就是可能是对蓝白合对白是最优渥的，好吧？这第一个。那郝龙斌是有攻有守，蓝白合还是要进行的。第三个，如果选一个统派的一个政治人物来当主席，
会不会给习近平一个机会，有这个叫做抗中保台土壤再起的养分？如果选一个统派的一个政治人物来当主席，会不会给习近平一个机会，有这个叫做抗中保台土壤再起的养分？其实大家在座都不分蓝绿，还有主持人在，包含摄影大哥都可以表达意见，干嘛？只有2个人嘛，就习近平跟柯文哲嘛，会让我们可能输，对吧？的情势发展，那这2个如果没有抗中保台的，选一个维持现状派的人去当主席，就平平稳稳的蓝白合照走，然后维持现状，然后叫做不舔共，好不好？郝龙斌讲不舔共，然后呢不妹妹等等这样，就这样一个比较平稳的政治人物的话，然后这个抗中保台土壤没有的话，他们机会就小多了。那第二个就是柯文哲，就那看他法院怎么判决，蓝白合怎么走。然后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对本党对。阿淼，你们知道小平刚刚讲说这件事，他也觉得不对，但他觉得奇怪，也伤但不重。对黄国昌来讲，那真的这样，因为对政治来宾有很多人都表达的是这种事情在民主社会是不是会是个大忌啦，或者什么这些。刚才易善讲的有一段还特别提到的是2024 2月以后，因为2月以后基本上有立委身份或什么，黄国昌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的行为，这个也是大家讨论的一个重点。但除了这个以外，因为最近国内政治整个来讲的话，台湾是一个言论非常自由的一国都，但你现在看到，像馆长讲那段话，他今天到对，因为柯文哲开庭嘛，他到北院去对发那个素食啦或什么的，他还一直在跟你讲，盛会已经讲到什么好像你们好像民进党就是要对付他，像对付柯文哲一样，然后如果要怎么样要照顾他的家人或什么，但你去发现怎么会是有那样的一段的言论会拿出来直接？他说他也不是要讲那个他说他只是在听人家讲这些东西，他讲又不是他要讲这个。其实很多人都很有兴趣探究黄国昌做了什么，但是我觉得现在探究他做了什么，当然出土的资料越来越多了。更有趣的一个题目是，现在还支持他的人在想什么？对不对？因为你看黄国昌他最一开始在社会上开始有名声出来，是这所谓反媒体垄断嘛。那个时候他大力批判旺中，批判蔡衍明。那他那时候批判是什么？因为这个旺中的事业版图太大，还要跨足这个有线电视，他觉得这样不行。可是至少蔡衍明啊，他没有主政党，他没有从政，对不对？他就是个媒体大亨。那时候就黄国昌把他批判的非常猛烈嘛。那后来呢，黄国昌又批判谁啊？他批判赵少康。我还记得他曾经写过一个脸书他说赵少康的正媒两栖，应该要呼吁赵少康赶快辞去这个媒体主持人。那其实赵少康他如何两栖呢？说真的，赵少康也没当党主席，他也没做立委，他就是一个这个涉足政治，同时有主持一个政论节目嘛。那赵少康这样有没有争议？当然有争议啊，这是灰色的一个地带嘛。当时呢，这个黄国昌他还很正气凛然，他说啊，这个我知道泛蓝的人呢可能会觉得说，那这样绿营不是有绿媒吗？但是我们不能够 race to the bottom， 不能够向下沉沦所以他批判了正媒两栖嘛。那今天我们把所有资料翻开一看，才发现什么？谁在 bottom？ 黄国昌在 bottom，他在最底下，因为黄国昌已经不是正媒两栖，他是正媒合一嘛。他正这个毫无疑问，因为党主席加立委，对不对？不是杨春立委，还带领一个党哦。媒是什么？旗下有一个受他指挥的这个跟拍集团嘛。他前后这1个多礼拜，我一直在关注他什么时候跟大家交代他跟谢幸恩的关系是什么。他有称赞他，对不对？就称赞的谢幸恩很棒，非常优秀记者。对。结果到了今天，这个周刊说谢幸恩结合了王宏维的张姓助理，然后这张姓助理再去兜售这些照片。黄国昌完全没有再回应谢幸恩这个人啊，他今天只有讲我个人跟我的协会没有卖照片。对于他之前才大力夸奖的这个谢幸恩，他只字不提啊。那还有包括他跟那个养狗仔的那个公司的关系是什么，他也不敢去讲他跟他什么关系啊。他只想说，我这个协会，我为了揭弊，
他没有否认为了揭弊这件事情有拍照哦。可问题是，如果你今天是为了揭弊而拍照，为什么那些狗仔不是挂在你的协会？如果今天开一个协会，真的为了揭弊，我有研究员啊，这个协会有研究员，劳健保挂在协会，薪资是协会付啊，怎么会另外一个私人公司？这些千丝万缕的东西，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背后是怎么回事嘛。黄国昌就是妥妥的正媒合一啦。结果今天他的回应竟然是那你要不要去看镜传媒啊？他用狗仔赚了很多钱。说对啊，镜传媒为什么他有狗仔？因为他是传媒嘛。如果今天黄国昌开一个昌传媒，大家也给他拍拍手鼓掌啊，他可以自己当昌传媒的董事长兼总编辑没有问题啊。但是党主席跟立委不能做嘛，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嘛，对不对？那黄国昌过去大力批判正媒两期，遇到他自己正媒合一的时候，晋升了，而且还当作好像没有事情，还当作好像这样做都是对的。那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过去支持他反对正媒两期的人，现在继续支持他正媒合一？我觉得这个心理的机制导致民进党要注意，黄国昌在贩售的是什么？黄国昌在贩售的是一种反民进党的情绪简单来讲，黄国昌的主题曲《国昌是正义的一方，要和民进党来对抗》，他的大叙事是他是对抗民进党的英雄嘛。所以不管是偷拍也好，或馆长的言论也好，只要是站在反民进党的那边，他的支持者会买单嘛。我今天特别留意黄国昌怎么回应人家问他这个馆长的言论。他的回答非常有趣他说馆长的本来这个言论尺度就很开了，就这个意思那但是我没看过他真的去犯罪是这个意思。然后我就想说，哇，这个太厉害了。以前是问候别人，现在是斩总统的头。他又说尺度很开，越来越开。那以后是不是说不然性骚扰言论，对不对？也是言论啊。那我性骚扰言论是不是只要是反民进党都可以护航，说是因为他言论尺度很开？我没看过他真的去摸别人。黄国昌讲的这一套，其实已经严重的违反了我们社会一般的常识嘛。我很担心这其实是某一种的非常不理性的民粹的特色，就是我今天只要颜色正确，我是反绿的这个颜色，做什么都没关系。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政坛才会真正陷入真正恶性竞争。这好像无间道当然馆长不是民进党卧底的，但他现在做的每件事都在帮民进党请问你，他说要把那个赖清德，我也很讨厌赖清德，可我不能讲把总统头砍下来嘛，是不是？不就是有人爱听这个话？你认为馆长是真的要拉下来？馆长真的爱蓝白合嘛？馆长真的是就斗内有钱嘛？他一定要讲这样，他已经要讲这样的言论才有人看他的直播嘛？他已经没落到这样的程度嘛？他大陆看钱也赚不到的，然后就来了。那讲这个话干嘛？讲这个话除了斗内以及他的声量以外，讲这个话，你馆长真的在乎赖清德下台吗？我不认为讲这个话是赖清德不会下台，好不好？因为中间选民跑光光嘛，蓝白合，你所有的馆长这些话你都要概括承受，你自己要跟他合嘛。那所以他讲这个话，就斩首等等，我跟你讲，这大家蓝白就受伤，民进党就一点一滴的加分，民进党就要当入训，这个等于是一个层次，我耽误你这样，你攻破了，我再撤退到下一个层次，就敌深入。民进党很开心有馆长这个人，好不好？不要乱讲，民进党有很开心。这样有很多的事对我们一般平常来看，譬如您这两天有讲到，陈时中被偷拍那件事，其实请客的是那个媒体的老板，然后结果呢也是算黄国昌的好友金主吧，算，然后结果后来你就拍了以后，然后还这样子。那当然绝对对一般人来讲不会有这样的事嘛。然后这几天媒体上讲说，是不是真的有非常敏感的人被跟？因为对一般人来说，那会不会涉及到国安一些的问题？更不要说刚才讲馆长讲的那些词。台湾政治喜欢不喜欢，喜欢这个颜色不喜欢这个颜色，那都尊重大家。但是某种程度那些词你一听就知道他绝对不应该是会被拿出来讲的为什么？因为我也觉得很奇怪嘛，就是说这种话在直播公开讲，
去讲这么刺激的话，我相信一件事嘛，他说他在回应一些他的观众嘛，那你注意看他的观众有很多都是简体字嘛，那你真的是为了流量讲这些话？你看他今天又在讲的时候，他把自己比成柯文哲，那柯文哲讲的是什么？就是民进党政治司法迫害，他把自己摆在柯文哲的位置上，是啊，所以你只要办他，就跟你讲，对啊，那你就说柯文哲嘛，对，然后王一川告那个黄国昌，民进党就是说，你看又要重演那个上一次的剪梅，什么意思又是对付柯文哲嘛，所以柯文哲好像是变成他们做了任何错事以后，柯文哲现在变他们的理由，就是司法迫害，你们绿的就来了。这种言论就是为了流量哦，我觉得黄国昌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嘛，就是说流量变成他们在追逐的目标，就是我们现在就说那种流量政治是不是已经到了巅峰？我相信还没到巅峰，如果真的要到巅峰的话，他们也知道饱和的话，大概就不会再这样了，还在试着要突破那一个流量嘛。所以很多刺激性的语言都会出来嘛，很多刺激性的语言都会出来。那你说黄国昌的问题也好，什么的问题也好，我觉得黄国昌，你说会出卖，那个有没有跟拍，然后拍那个很敏感的那个层级高到什么程度？基本上应该在蔡之下，行政院长之上吧。那只有一个人，副总统，那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啊。对啊，因为其实坦白说一句，白一点的话，你认为国安会秘书长敏不敏感？敏感，当然。国安局局长敏不敏感？当然敏感。警政署署长都敏感，对啊，都是警政署署长还好了，好，国安局这些当然敏感嘛，哈。但是你注意看，当时《劲报》的总编辑在那个网络媒体的时候，他是说一个还是说有些？有一些吧，就不止一个了哦，有些是复数哦。他说有些人很敏感哦，有些是复数哦。社会会化哈。那蔡英文之下敏感的人很多，赖清德敏感了，副总统啊，然后他拍那个永裕的时候，他是总统当选人哦。蔡英文之下敏感的人很多，赖清德敏感了，副总统啊，然后他拍那个永裕的时候，他是总统当选人哦，总统当选人哦，4月12号拍到5月17号登，那你就知道他盯多久那一间办公室。因为我们在节目大家都知道，是总统选举完当选那一天，所有的国安都要到，所有的那个总统那个当选人全部都要到位。对，所有的那旁边就全部都是总统等级的，正式的总统维安编制，维安就全部都是这个样。所以就从那天开始就是这个样。所以你看，他是4月12号拍到的，5月17号登的。那换言之，跟多久？跟多久了？那他到底要跟什么？他跟到了警政署长嘛，4月12号就是拍到了说有3个人的大头啦，还有一份第6那个保6的第2警官队嘛，那你从这个公文就可以知道，他大概是跟这个卓荣泰讨论那个他的维安，因为第2警官队就负责宪政机关首长嘛，应该是去讨论那一个嘛，但你说4月12号拍到。却是5月17号登，然后5月20号就职。事实上都已经大概那里面的人大概都撤光了，准备要去就职了嘛。也就是说阻隔了，大概都完成了嘛，撤光了嘛。那换言之，你可以合理判断，他在里面从4月12号到5月17号登，他至少应该在那边有盯1个月吧，有盯1个月吧。
否则没有道理啊！你12月12号被拍到，还有警察良心是不是啊？那我不相信啊。然后到5月17号，那我们再看一件事，2023年12月21号，海虎舰有6名官兵落海，3名获救，3名为对去吃饭。好，同一天海酒啊，海酒蛮有名的哈，那个餐厅海酒对，行政院会聚会，然后包括行政院长24个行政首长全部在那边聚会。请问那一篇什么时候登的？3月。3月有什么道理？12月21号登聚会吃得很尴尬，民众拍完了以后给你说，你看官兵落海，你看他们还在聚餐，然后说啊没关系，我等一等，我等到3月再来登，合理吗？不合理，不合理吧？然后你再回过头来想兜售这件事情，是大家认为好像没什么意义，卖不出去吗？不然有什么道理？12月21号的参会是3月份3月10几还是3月20几才登？中间的时间未免拖太久了吧 ？OK， 那你拖这么久，是你在中间还有什么吗？还在跟吗？所以你说敏感的人，就举例嘛，永裕大楼副总统里面重要的人都在那里面，你在拍什么？你是不是在拍总统会不会过去呢？可是你还是要拍什么呢？现在看起来，来，这个来，我不晓得，这刚刚讲，只要是对于现在，只要想办法把民进党要拉下来，把赖清德总统不要让他连要拉下来，所以有很多像这样一些言论，当这些都出来的时候，台湾社会未来会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我应该是讲说，先讲到馆长这一趴，他公然的说砍头这一件事情，他摆明的知道总统不会心生畏惧嘛。刚才我有跟博雅讲过，总统不会说我心生畏惧，我要告他恐吓。那换个角度，黄国昌在法律的角度上也给馆长说，你没有犯罪的意图，所以这个东西感觉起来他就是要声量嘛。那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影响到国外看台湾？一个网红公然的说要砍总统的头。我如果觉得说这种事情到国外的媒体上面去，那真的是笑死了。那馆长的事情下线，我跟上公讲，下线还没到，还有，连到大陆去都可以。他们的下线我猜不出来。对，我也认为猜不出来，因为深不可测了。那这个部分连到大陆去的厕所友们都很惊讶，连看到机器人都很惊讶的。我不认为他下线到了，还没到。那你讲到黄国昌这个问题，我只能说黄国昌4两拨千斤也好，或者是所谓的转移焦点、问 A 答 B 等等，但我只能说，他今天的一个记者会2个重点，他跟王宏威彼此有默契。黄国昌讲什么？我的吹哨子保护协会跟我们的什么，我们绝对不会去收钱，我们没有兜售。但王宏威的讲法，哎呦，我助理我们完全，我完全，王宏威完全不认识谢信恩。我说我们的所有做法全部都依法行政，绝对没有违法之疑。2个重点，他跟王宏威彼此有默契。黄国昌讲什么？我的吹哨子保护协会跟我们的什么，我们绝对不会去收钱，我们没有兜售。但王宏威的讲法，哎呦，我助理我们完全，我完全，王宏威完全不认识谢信恩。我说我们的所有做法全部都依法行政，绝对没有违法之疑。他们2个现在原则上都在撇清啊。那你说，我之前一直认为说，为什么王宏威要帮那个谁，帮那个黄国昌讲话，只要行得正，帮他什么媒体啦那些狗仔那事情讲话，我个人认为他们2个之间彼此有默契。那加上今天所有的事情，我今天才终于了解说，王宏威属于法律扶助基金会的扶助对象，律师费4万块，而且涨价罚服应该3万变4万呢。
我觉得说王宏威，你以后我被告就用这个标准请律师，看我请得到请不到。那个是法服的价格，律师费不能省了，律师费不要乱。不是，我是觉得说王宏威在这个角度上面，我认为啦哈，他整个事情他应该要对外来讲说，你不认识，那你的助理有没有做这件事情？你黄国昌没有收钱，保护协会没有收钱，可是你没有讲到你派出去的狗仔有收钱。在这个角度上面，社会观感其实或许在台湾百姓是选民是善良的，不会一直计较或者很看重这个问题。或许如同小平讲，没有影响很重。但换个角度回来，其实这些事情他们完全没有讲清楚。但重点还有一个，周刊有报道他们两个人，张信跟谢信两个人在卖这个所谓的照片。那我只能说，他还分层次呢。好料自己吃，黄国昌。那如果认为有争议的，就开始去兜售等等，甚至于在兜售过程当中还有恐怖平衡呢。哎呦，张世刚你不要，我给侯安婷，侯安婷你不要，张世刚说他要。这个东西说真的，他们绝对不是第一次，而且是长期在做。那重点凸显了一个问题，他们说每个月几乎有多少的收入。请问你除了卖这些所谓的不上台面的照片，那你有些照片每个月的收入可以这么多，代表你长期在卖的照片，那照片卖去哪里？会不会我跟了某一个人，我要拿这个照片来卖给你？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要厘清大家所有的疑虑，而整个事情，说真的啦，你黄国昌到现在，美国人爸爸讲不清楚。对不对？你太太生气，你的车子讲不清楚，包含这个事情从头到尾你没有说，跟柯文哲有没有跟你也说不出来。那这个东西当然在我们社会在政坛上是不允许发生这种事情。如果在国外早就辞职下台了，哪怕是所谓的水门案一事。那现在这个问题，黄国昌今天记者问你，你还是转移焦点，你到底有没有要知道谢信人有没有拿去卖？那卖的人最后面变成受害者。那这个整个过程，你发挥的淋漓尽致，又可以拿，又可以爆料，然后又可以来养记者。这个东西说真的，我还是最后一句话，我希望黄国昌这些人领的所谓的凯斯国际的钱。那凯斯国际跟你之间的关系，我比较纳闷的是这一点，钱到底哪里来？以我了解黄国昌的个性，他非常的小气，有够小气，就连他的每个月的零用钱都要跟老婆拿的人。那我请问一下，你哪有这个所谓的斗内的钱来做这个所谓的狗仔的薪水？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还是认为啦，针对问题回答，不要转移焦点，不要认为所有记者都是笨蛋。不是记者是笨蛋，其实是你在装傻。如果要是因为王一川反而提告的话，有很多相关一些事情，可能透过调查，然后看是不是能够水落石出。那这部分，当然黄国昌也已经有回应过了，反正你们就是要用检方他用鹰权2个字，然后要看他的包括低潮啦，要看手机啊，类似这些。可是有很多事，毕竟要透过调查才会知道。政治上的攻防，政治上大家各自喜欢与不喜欢，但是不管再不喜欢，很多事可以做，很多事不能做，很多话可以说，很多话不能说。那对国内政坛来讲，未来还会怎么样？但是至少对花莲光复，希望大家同心一意，先让光复恢复正常生活吧。非常谢谢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有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